刚刚看到边上有一个洗车的地方，我就想着昨天去那个三江汇流处踩了很多水，这个车有点脏了，匆匆忙忙的稍微洗了一下。我看到右前方那边有很多的黑天鹅，它们好像也有作息时间的啊，什么时候出来游荡，什么时候就回到窝里去。我们从这边来可以看看这个水位。嗨，大家下午好，现在已经是下午2、3点钟了。你看这个天气还是阴沉着脸，所以不要到外面去冒险骑车了，说不定等一会就下雨了。那我就在千里随意的骑行活动一下就好了。最近多雨啊，而且台风也在各个地方袭来。最近报道的最多的就是西江流域，也就是首先从广西那边发洪水，有个叫六兰水库堤坝给冲垮了，那自然底下的村庄就被淹了，很多村民遭了殃。那这种地方呢，在很多地方也是此起彼伏的。我们前一天去顺德的凤城，就是大良啊，顺德新城边上的龙桂水道，骑车转了一转，就发现龙桂水道的水啊，也已经涨得非常高了。但是呢，应该说还没有能够形成什么破坏的作用。更多的是我们听到的就是整个西江流域，大家都严阵以待就是防汛工作，现在应该成了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了嘛。那大家也知道，历史上我们听说过的梧州分开那段，然后还有就是以前不是西江啊，应该是西江和北江交汇的地方，就是曾经出现过非常高的洪水洪峰，就这个水位的高度啊，现在还记在那个叫五贤古庙那边的堤岸上了，就当时看得很吓人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有很多次实在没有办法对付这些洪水啊，就可能是就开闸放水，就不惜把周围的农田淹没啊，当然也包括很多村庄村民他们的家园。但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啊，因为如果拦不住不泄洪的话，那就有可能把这个佛山啊、广州啊这些重要的城区就会淹水啊，就是很多地方就会出现更大的损失，大概是这样子的吧。我们昨天专门开车，就专门到三江汇流的山水啊，这个山水这个名称呢，就是因为这个三条江汇合成一个之字形的一个河湾而得名的啊，当然还有很多历史的人文的故事等等。那现在呢，那边成了一个旅游的算是景区吧。但是昨天我们开车开到这个堤岸上面，就发现那些靠江的观光的区域全部都被封住，用铁闸铁马拦住啊，不让这些游客
靠近江边。虽然我看了一下河水啊，应该没有涨到那种很吓人的地步啊，但是呢，据说逐渐在涨水，那大家当然严阵以待了，预防为主。我觉得管控一下也是应该的啊。所以呢，我昨天只是在这个西江的堤岸上啊，那当然现在都成了绿道了，在那边呢就骑了几十分钟，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平静的。那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些当地的官员啊，应该都是防汛部门的这些干部，就很多人上堤来巡逻或者布置防汛的这些事情。看来政府的官员还是在积极的应对。当然可能是因为前阵子广西那边堤坝垮了以后出现了死伤，所以呢这个现在这段时间啊，就是谈论的最多的啊，可能就是防汛。那我们有时候也从一些视频上看到啊，比方说珠江的水位也升得很高了等等啊。当然这些呢都还是局部的一些涨潮啊，或者说水位升高，就引发大家的一些担心。那目前来讲呢，是对于这些广州也好，佛山也好，城区来讲是没有任何威胁的。天气呢还是一如既往的炎热，或者说比较闷热，就是因为这个整天下雨，气压也比较低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天上的云层都非常的厚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下起一阵阵雨，甚至是雷暴雨。而且天气预报呢几乎是每天都是下雨的预报，所以你要想出行的话呢，那只能找准一些不下雨的空隙，就找时间才能出行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啊，因为广州的天气到了夏天它就是这么糟糕，就是会经常的下雨，但是呢也是拜下雨所赐，就它的气温呢会维持在33度上下。那假如说有几天不下雨，它的气温就有可能会窜到37、38度。那所以呢，两个比较而言，我更希望它还是下雨吧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不会那么的炎热啊，否则真的吃不消。现在就感觉大概气温应该在32度这样上下，一会阴一会有点出太阳这样的感觉。但整体来讲呢，我在村里骑行并没有感觉到被烤得慌啊，就还可以，所以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。这个村里经常会在这样的季节锯树，因为最近台风季节又来了，有很多树枝如果不剪的话就有可能会断掉，砸到行人和车辆等等。现在呢，我就在祈福新村环祈福湖的道路上随意的骑行。那这种时候呢，我觉得也不见得一定要往外跑了，就村里健身一下，随意的骑行，锻炼一下身体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而且都有经验了啊，就每当这个夏季来临，它会有好几个月气温都在30度以上。当然有时候下雨啊，刮刮台风也会稍微的降降温，但另外呢，它有时候也会突破35、6度啊，就真的是高温炎热天气。那反正也都习惯了，也没有办法，避无可避。
那我们就尽可能挑一些时间，可以出来的时候那就出来骑行，也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压力了。所以到村外去骑行，或者骑车游、小旅行这些呢，只能稍稍的就控制一下，克制一下。等天气转凉以后，再来往外活动。这地方有个洗车点，我看看，我不知道我的单车能不能洗一洗呢？刚刚看到边上有一个洗车的地方，我就想着昨天去那个三江汇流处，踩了很多水，这个车有点脏了，匆匆忙忙的稍微洗了一下。关于洗车啊，我是没有感觉到。我记得刚回来的时候，20多年以前了，就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大家买车，觉得是一个蛮奢侈品啊，就很用心的保护自己的车。除了去养护以外呢，最多的就是洗车。那个时候的中国，每个城市都尘土飞扬，因为到处都是工地啊，都在建设。所以这车很容易蒙灰的，但是呢，当时洗车真的很便宜啊，就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洗车的服务。我记得当时只要花5块钱就可以洗车了，就一堆人一拥而上啊，又是涂肥皂水，又是冲洗，又是擦车，甚至把你车内的吸尘啊等等都给你搞得很好啊。那后来呢？什么时候开始5块钱不行了？必须要花10块、15块吧。但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吧，就比较便宜。但是某一天就不对了，就又过了些年以后，洗车费涨到了30-50块钱。那现在很多地方都是50块钱。你如果要请人家专业来洗车的话，还分什么普通清洁、精洗，还要看你的车的大小啊，等等啊，总之花样百出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这种自助的洗车的方式应运而生了。就比方说你在村里把车开到一个洗车的机器，由机器来帮你洗一下，当只限于外面。里面是你的自己服务啊。那么这样弄一下呢，就16块钱。你如果买什么多次的卡，还能再便宜一些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我刚刚去的这种地方，就完全就是手工洗，就平均据说花个6-7块钱，那自己来冲水、清洗、把它抹干净等等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显得就相对还是比较便宜啊。那么对于那些想把自己的车清理得干干净净啊，那我觉得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，你可以有多个选择。你可以在刚刚我们提到的机器付点钱来简单的清洗一下。当然你如果说
愿意的话，还是可以去到很多专业的洗车店里头去洗车。但是这个差价呢，有时候差好几倍，甚至10倍以上。所以我刚开始趁着在这边就冲洗一下我的单车，但我知道肯定洗不干净的，稍稍的冲走一些灰和脏东西。我们看看找一条路，把车变过去洗水。哦，照样还是有很多人在那边打牌呢。你看，这个杨柳树都垂到了湖水之中了。我们到湖边来看看这个湖水的水位吧，相信应该也是比较高的吧。这个水位应该还是比较高，当然没有摸到这个平台上来的。这个就是现在广州多雨时节涨潮的几福湖的模样。毕竟是气温还是有点高了啊。今天出来活动的村民呢，比平时凉快时候还是明显少了一些。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凉亭啊，我们到这边来稍微的观望一下。从这个角度来看看祈福湖，目前状态还是不错的啊。我看到右前方那边有很多的黑天鹅，它们好像也有作息时间的啊，什么时候出来游荡，什么时候就回到窝里去。你看啊，对面就是它们的一个栖息的地方，好多黑天鹅，10几20只。今天我去四海马术公园啊，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天鹅湖，其实也就跟这个祈福湖差不多大吧。它那边呢就饲养了一些白天鹅，就我们以前在很多地方呢看到更多的应该都是白天鹅。那黑天鹅呢，似乎是一个突发事件的代名词。就大家都会说黑天鹅事件啊，从来没听说过白天鹅事件的。但是
就平时我们看的更多的应该是白天鹅，可能黑天鹅比较少见吧，所以呢，黑天鹅事件就成了突发事件、一种偶然性的事件的一个说法了。我们再从这边来看一看祈福湖的风景，还是比较平静的啊，这个波澜不惊的样子。你看，都连涟漪都没有，耳畔呢就传来很多知了、蝉的鸣叫声，这是平静的一个夏日的下午。这里有个水池啊，节假日的时候呢，上面都会淋雨下来，就跟个瀑布一样的。是，现在都关了啊，看上去就是那种比较炎热的状态。我已经围绕着祈福湖转了1圈半了啊，就这样在湖边随意的骑行一下，我觉得挺好。尤其是现在啊，也没有什么人在湖边休闲，更没有人跳舞唱歌，就显得比较平静。我们从这边来可以看看这个水位了。你看啊，这个生在湖里面的这些码头已经是停靠这些小游艇了，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服务了。那整体来讲呢，还没有被淹没，应该还有一些空间。这里每天都有很多清洁工人在美化环境啊，清理垃圾。你看这个树叶很多啊，一堆堆的像小山包一样。祈福村内的这个管理，我觉得做得还可以啊，我个人觉得是对得起我们付的管理费的。觉得有些层面会觉得好像付的太多了一些，但是它比较大，里面花园大，各种设施多，所以我觉得稍微多花一些钱嘛，也是应该的啊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离开祈福湖啊，就准备骑回家去了啊。今天在村里随意的骑行锻炼一下，顺便也把我的小单车稍微冲洗了一下，虽然不可能冲得很干净，但肯定比不冲洗要好一些。那好了，现在呢就骑回家去了啊，气温还是比较高，天也有不测风云，我们只是在村里活动一下啊，也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我们改日出门的时候再见了。
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